大家好，首先我来问您一个问题，您猜为什么赵丽颖看了《野蛮生长》的剧本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草莽出身的许半夏的主角重担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剧本就是为她度身定做的，所以才让她毫不犹豫的呢？如果您真的这么猜，只能说猜对了一大半。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剧中人物的身世与经历、奋斗与挫折，深深打动了这个赵丽颖，她更在这个剧本中找到了就连曾经的身边亲密的爱人都无法唤起的一种心灵的共鸣。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您如果特别喜欢赵丽颖、王一博身上那种与别不同的率性与纯真、可爱与笑容，就先欢迎您继续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就像赵丽颖的一路走来，就算在她最高光的日子里，同样她的每一天都依旧是汗水，每一步都依旧是艰辛。赵丽颖的前夫冯绍峰曾经提到过生完孩子后的赵丽颖坐月子时候的一个小细节，他说，我有一次抱孩子，一转头就看到了赵丽颖泪如泉涌，整个人哭个不停，这让冯绍峰有些摸不着头脑。结果赵丽颖一边哭着一边对他说，能不能对孩子轻一点，温柔一点。或许时至今日，冯绍峰到今天都还搞不明白赵丽颖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的敏感和焦虑呢？换做您又是怎么去想的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写下自己的观感和理解。就我而言，其实在四大名著《红楼梦》中，贾宝玉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女人开心的时候会哭，不开心的时候也会哭，感动的时候会哭，激动的时候更会哭。哭只是女人情绪的一种发泄和表达而已。然而这种表达方式所传递出来的意思，其实再清晰简单不过了，那就是两个字，理解。也就是说，对于冯绍峰而言，你对赵丽颖好的时候，她注定会温柔似水，托付终身；你对她不好的时候，她也会对你心凉似水，不再信任。所以当时赵丽颖的失声痛哭，不只是提醒冯绍峰抱孩子要温柔一点，更是在提醒冯绍峰对老婆也要关爱一点，情绪上多照顾一点，多体贴一点。结果呢，当时的冯绍峰没有理解，恐怕以后也没有机会再去理解了。在4月20号，也就是双方客客气气官宣离婚的3天前，有好事者拍下了赵丽颖从上海豪宅搬走一刻的画面。她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扛着好多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漏夜回到了北京。当时的画面是，除了帮手拎行李的工作人员之外，赵丽颖的身旁没有任何亲人的陪伴。这个孤独的赵丽颖，当年静静悄悄地嫁到了上海，今年又孤孤零零地回到了北京。您能体会得到她在这一天里的切身感受吗？是悲哀呢，还是心痛呢？是孤独呢，还是解脱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写下您2个字表达出来的个人的感同身受。阿奈的小说《不得往生》，也就是赵丽颖这次痛痛快快接下来的《野蛮生长》的原著中，除了励志的精神和曲折的故事非常吸引人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深刻的共鸣，敲击着每一个能够读懂这部书的人们的心灵。这种共鸣就像一个人站在了一个渺无人烟的十字路口的感觉。一方面你会感觉得到自己就像许半夏一样辛苦打拼了大半辈子，人生终于出现了曙光。然而就在那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的一刻，突然之间也会让人非常的感触，那就是自己的前半辈子仿佛一转眼一转身就没了。那些一路上发生过的风光、美好、无悔、青春、记忆与欢笑都过去了，都注定成为了历史，再也找不回来了。所有的前尘往事都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了。这种心态无人能知晓，只有自己，只有这个许半夏，只剩一个人的思考了。这是一种藏在内心的深深的孤独感，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另外一方面，当一个人翻越了巅峰，达至了人生理想之后，由于眼界、格调、阅历和心态的不断蜕变，
环顾左右，便会突然间发现那些曾经一道打拼、一道努力的小伙伴们，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渐行渐远，不见踪迹了。而且让人难过的是，这种外在的孤独感也是不可逆转的，就跟岁月一样，根本无法回头。赵丽颖就如同剧本中的许半夏一样，虽然站在了人生的高处，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视野和豪情，让她成为了无数人励志的楷模。然而她的身边真正能够读懂她的人，真正可以支持到她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在这个娱乐大染缸中，我们不难看得出，在许多场景之中，赵丽颖的身影都是异常孤独的。为什么呢？因为她跟许半夏一样，都是草根出身，都是底层打拼，他们内心的真实需求跟他们所处的现实圈子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格格不入的。就像我所提到过的娱乐圈存在的鄙视链一样，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追求已经不再停留在单纯的物质层面上了，而是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了。所以当他们飞得越高，就越容易发现能够互动互通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虽然社交的应酬越来越多，然而内心的孤独却越来越强，越来越深。野蛮生长的原著再次印证了一个搅扰人间数千年的无奈的真相，那就是每个人都属于群居动物，无论你再聪明、再强大、再顶流，都是在一种需要与被需要的往复循环当中生存着、进步着。孤独需要一把钥匙，而这把钥匙恰恰掌握在懂你的人手上。愿赵丽颖最终遇见那个可以比翼齐飞、心有灵犀的对的人。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深刻理解甚至感同身受他们身上特有的孤独感，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都是宝贵的能量和陪伴，而这种能量和陪伴既可以为您自己带来疏解和快乐，也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喜爱的人。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和支持本频道，因为在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宝贵的时间。这两天，央视网公众号关于绝望的文盲的发文，尖酸刻薄的狠批部分演员文化储备不高，脑袋空空，剧本读不明白，角色无法理解，不是语言贫瘠，就是夸夸其谈，对表演缺乏敬畏和用心，从而导致演技不佳，作品质量差，让观众看得头疼。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询问我，自自然然的在第一时间给出了心目中的答案。只不过这个央视网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融合传播平台，具有超强超重、一锤定音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之所以突然发布这则评论，绝非只是为了指出当下影视圈存在的文盲现象这么简单，因为这篇戾气十足的文章只是站在了舆论的制高点，表面上呼吁影视行业涤荡不良风气，拔除浮躁之根，希望更多演员能向德艺双馨的同行前辈学习，潜心钻研业务，吃透角色，提升演技，奉献出更多优秀作品，云。实际上呢，绝对制高点的背后目的单不单纯就见仁见智了。首先，这波操作热搜霸榜，粉丝震动，正主哑口，公司沉默，威力巨大，引发出来的新一轮饭圈大战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再刷下线。在该文章的评论区和热搜词条里，各路明星的粉丝开始暗着对号入座，明着互相甩锅，纷纷指责对方的偶像才是绝望的文盲，列举各种证据证明自己家偶像的采访别有深意，质疑官方媒体收钱办事，乌烟瘴气的样子让正常观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所以今晚我感觉这次操作的收效不仅巨大，而且惊人，因为人人自危的同时，某些人就安全了。演员赵丽颖的一组近照曝光，身穿白色小香风呢子出镜的她，妆容精致，头发全部盘了起来，显得格外大气，还特地画了一款大红唇，整个人造型风格十分成熟大气。
感觉妆容和造型都把她整个人的年龄往上提了10岁不止。比起一位扮嫩的女明星，赵丽颖倒是转型很迅速，和以前的风格截然不同。不过就在感慨赵丽颖如今的风格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又有好事网友发现，她整个人的脸部似乎变化很大，脸看着比以前肿了一圈，额头也十分饱满鼓胀，整个人的脸部异常圆润富态，胶原蛋白感觉从额头到下巴处处都丰盈一样。不仅如此，她整个人的脸部几乎找不到一丝皱纹，看着平整光滑的过分美过头，反而显得失真了。当然了，您如果好奇真相的话，可以自行进入本频道的短视频区看个真相，看个究竟。因为歌丽丝旗下英国当代时尚品牌 Self Portrait 正式宣布演员赵丽颖出任品牌代言人，并发布2023春夏系列广告大片《双城记》，以多元视角演绎 Self Portrait 的新纪美学概念，诠释不被定义的当代女性独特魅力。该系列广告大片囊括一组时尚大片及一段叙述式微电影，透过东方魔都上海城市视角，全新延展 Self Portrait 品牌摩登且自由的当代时尚基因。就是因为 Self Portrait 这次关于品牌代言人官宣的缘故，让镜头里的赵丽颖被人各种的羡慕嫉妒恨。可以说，赵丽颖的这张脸任何时候都是话题。那么，赵丽颖受到了任何影响吗？答案是受到了，而且另外，我一直都没停止深扒这些多层面的各式影响。有意思的是，赵丽颖在接受代言前就卷过这个英国轻奢品牌的阿依莲风，而且另外我特别开篇过赵丽颖的这款大红色，在春节前后穿得跟个穿花蝴蝶一样。另外我可以说，鬼聪明的赵丽颖很懂得拿捏中国人的过年氛围，懂得穿插各种精心不经意的个人衣品。央视网公众号关于绝望的文盲的风暴，表面上都是直指文盲和学历，其实学历问题的争论毫无意义，毕竟事实摆在那里。而且总觉得，如果对明星艺人卡学历，目前来说也是比较不现实的吧。如果都是科班专业出身，又或者高学历，那娱乐圈里恐怕要淘汰太多人。对于错别字，很多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确实和文化水平高低有关系，也有人认为有时候就是会出现短路现象，突然间简单的字都不会写了。这种情况其实坦白说，今晚我自己也经历过，因为长时间用手机或者电脑打字习惯了。话说王一博当年写塞翁失马的塞字给写错了，写成了连笔，于是乎今晚我乍一看过去的第一反应就是脑子里顿时出现100个问号，心想这字错在哪儿了？赛跑的赛，寨子的寨，一瞬间都晃过自己的脑门。娱乐节目娱乐，不是学生与讲堂，考试与复习，谁会一笔一画的去琢磨和较真呢？于是乎，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询问我，可以肯定，但凡狠批过王一博酒漏鱼或者绝望文盲的那些人，只要站在同一个聚光镜头前，在同样标准的毒舌目光前，大脑混沌的空白期只会一个比一个长。通常情况下，那些喜欢笑话别人的人，真的其实自己也不过是个笑话。有意思的是，绝望的文盲另一边，陈飞宇方回应居然成为了绝望的热搜的另类衍生体，这恐怕您想不到吧？陈飞宇的这份声明可以说是加持不小。最有意思的是，声明中的3点内容可以说是相当有技巧。1. 我与胡女士交往期间，两人都是单身。另外我感觉光这一点就立马摆脱道德谴责了。2. 网传照片涉及到2位当事人的隐私，恳请不要传播，继续传播者要承担法律责任。另外我很喜欢这种玩法，因为题外话就是不要逼我动用法律手段。3. 各个平台主体请加强监管甄别，对这些侮辱诽谤进行屏蔽。这种口吻很有大佬的气派，也就是说请各大平台管好自己平台的用户。今晚我感觉潜台词就是大佬在此，而且这份声明从头到尾没有正面否认照片中的不是自己或者是女方系造谣，且从一开始就表明照片并不是从女方手里流出的，而是无良媒体假借女方的名义散播出去的。这一说法且不论真假，照片是从女方的自拍角度拍摄的，这点无需争议。被伴侣留照存证，大概是所有明星都害怕的吧。但陈飞宇这边的态度似乎并不打算向女方追究，甚至还想帮忙撇清，这份淡定超乎寻常，对吧？
不得不说的是，突然被曝光，瞬间要塌房的陈飞宇，不仅声明写得很丰满，而且连做的风向也拿捏到位。因为不少陈飞宇的合作同事一夜之间都被牵连其中，比如张静怡，她和陈飞宇合作电视剧《点燃我温暖你》，并因此收获了一大批 CP 粉。陈飞宇出事后，有些极端的 CP 粉责怪张静怡，说她没有管好陈飞宇，是不是听起来太荒谬了呢？张静怡真是躺着也中枪。那么张静怡到底是谁呢？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还记得王一博和张静怡正演绎的一出叶蜜与方小姐的绝世 CP 之虐恋，娱乐圈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关系网的刚需。也就是说，谁动了我的蛋糕，所有的蛋糕都会糊。有人公开爆料称，陈飞宇的事情陈红早就知情，还打算花200万元买下儿子陈飞宇与网红的亲密照。不过双方没谈拢，花200万买床照，吃瓜网友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太少了吧？好歹陈飞宇也是当红小生，陈凯歌又是业内顶级导演，在娱乐圈200万就是洒水了。那么您想想，能买亲密照的话，这钱能不能买通稿呢？严守通天的人买个舆论制高点的通稿，是不是事半功倍呢？有时候满口仁义道德的教师爷通稿，往往能够让所有不服的声音变得渺小，细如尘埃。例如绝望的文盲能演好戏吗？另外我感觉单单这个标题完完全全就属于伪光正的落笔格式，几乎每个字都无可辩驳，这种巧思和运笔没有团队做不到。早在2001年就有媒体透露，陈凯歌的片酬之高，业内只有张艺谋能够与其媲美。2010年陈凯歌和陈红就已经以3亿元的身家进入江西富豪榜，跟着呢明导夫妻俩又将小儿子陈飞宇带进了娱乐圈，不遗余力为儿子保驾护航，足以见得圈内的钱有多好赚。所以 Zenman 我只能怀揣羡慕嫉妒恨地说，陈飞宇从一出生就已经甩了同龄人10几条的长安大街，在塌房事件爆出之后，时间点的把握和运作也是甩了同龄人10几条的皇后大道。 By the way， 美国人陈飞宇比中国人王一博小3岁，属于小1号的同龄人。当然了，流量的泡沫，嘴上的输赢永远只是一时，演员永远得靠作品说话。部分着急忙慌的王一博的真爱粉丝，与其忙着到央视网下面怒怼和甩锅，倒不如积极的思考和劝学。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深问我。几次提到赵丽颖、王一博的时候，时不时都会想到和提到和王一博同姓的王宝强，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有时候在节目中导演让他朗读文本的时候，王宝强也会直呼说，导演你这不是难为人吗？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去嘲笑王宝强？可能就是因为他后天够努力。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到，自己都会随身带着字典，因为有的字确实不认识不理解，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会查找字典，而且会很用心的研读剧本，去体会，去融入到角色当中。都说学无止境，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不可否认娱乐圈里存在很多所谓的文盲，可是大部分人一直在学习当中，知道自己笨那就笨鸟先飞，知道自己理解能力差那就认认真真去琢磨剧本，去分析人物性格，毕竟演员看的还是演技。这次党媒官媒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大谈特谈绝望的文盲，可以说每个字都是对王一博的旁敲侧击。然而呢，很多人都忘了关注另一个人、另一件事、另一个上床失德、塌房在即的牙签 2.0， 同时也忘了媒体该有的客观、深扒、态度、包容和理解。因为明明最新的娱乐圈恶质事件没人讨论，而已经过去很久的8分小事却被人突如其来冷饭热炒，大张旗鼓的拿来说教，这本身寓意着什么呢？